哎，您辛苦辛苦，辛苦了，花田少佐，欢迎光临。今晚就委屈您在2楼客房休息，明天早餐时，我家老爷再向您赔过失迎之罪。啊，深夜到临，多有打扰，多多包涵。请。少佐。啊，对不起，花田少佐，这主楼啊是我家老爷和太太居住的地方，您的下属随后跟随我去侧楼居住，造成您的不便，还请您谅解。哦，没关系，客随主便吧。好，请。董老爷在经商之余，一定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贵府明天是有什么活动吗？是的，明天太太娘家的表少爷要在这里搞一个西洋泳池派对。是那个复姓纳兰的花花公子吧？哦，您也知道我们家表少爷？他在长春很有名。我这次执行援助上海的任务，就是从沈阳转到长春，来到上海。短短几天在长春听说了他不少风流韵事。纳兰少爷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举办派对啊？我家表少爷府上没有泳池，只有一个荷花池。最要紧的是府上常年供养了一朵娇贵的牡丹花，受不得一点气，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哎，过来。少佐，表少爷过来了。华天君，好玩吗？来，纳兰君，艳福不浅啊。东少，今天晚上我要你陪我。今天晚上就算了吧。华天君大老远的来，我得好好招待招待他，不好怠慢。那没关系，反正我会等你。为了你，让我等你多久，我都愿意。少爷，大热天的，喝杯冰酒解解暑吧。东少，人家好想你啊！开泳池派对，这么晚才叫我来。不好意思，在你没来之前，东少已经决定陪我了。嘿，真不要脸！呵呵。你怎么会？他们都能来，我这个正牌女友有什么不能来的？东少的女朋友多的是了，正牌算什么？是吗？可是我就是有这个本事，完全虏获他的人和心。纳兰君，你的艳福真是让人羡慕啊！早就听说纳兰君家世显赫，风流倜傥，既是李亲王世子，又是上海滩交际场上的大红人。此次我前来执行援助上海的任务，纳兰君招待我们下榻在这家董家花园，才知道阁下名不虚传。有时间，纳兰君一定要好好教教我如何抱得美人归的绝技哦。想跟我学是吧？想跟我学就跟我来吧。华天君，看好了，待会儿谁要能追上我，今晚我就跟谁走。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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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君太君，对不起对不起，怎么走路的？下回注意点。姑娘，小心点，这些日本人惹不起。这哪家小姐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叫什么名字？今天阳光灿烂的，你怎么那么伤感呢？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告诉我他是谁，我帮你出气。当一个人的心里没有希望，把时间和空间的转移都无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除了伤感，还能干什么吗？要换成是我啊，活在当下，唱歌跳舞，吃喝玩乐。先给你倒杯香槟吧。活在当下。要是时间真的能停在当下，随心所欲的倒回，世间还哪有那么多的遗憾？你说的也对。你这一下午站在这里吹风，都不跟大家一起玩，你叫什么名字？琉璃子，你呢？欧阳彻。谢谢你来陪我，让我不至于那么孤单。你不是来玩的吗？怎么穿成这样？我是被朋友拖过来的，美其名出勤公务，实际上是帮他维持秩序罢了。他是想引我跟他一起下水玩的。你是警察吗？你不相信吗？我在公共租界警署当警察的，如果你有什么疑难杂事，可以来找我。啊，对了，你住在哪儿？既然这里不好玩，要不我送你回去？好啊，我知道。少佐，快走，快！花田少佐受到不明攻击，快回自己的房间，拿上各自的武器，快快！里面有埋伏，撤！快走！冲出去！
少总，快上车，他们人呢？在外面。走啊，局长！游戏结束。怎么就你们几个？快上车吧，快走！快走啊！快开车！快！局长，快上车！好。哎，另一辆车去哪了？干嘛呢？
我说你个死胖子，你刚才那么危险，你怎么不过来帮忙啊？要不是我闪得快，我就被那小日本拿枪把我挂了。那人谁弄死的？我怎么没帮你啊？我弄死的还是你弄死的？你说不出来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老大已经抓着花田了，你觉得是不是？现在他已经一个嘴巴子抽着问他武装侨民计划的事，是不是？死胖子，别跑！死胖子，你别跑！你，花田，谁干的？看这弹孔。像是苏联产的莫辛纳甘1891、19304狙击步枪造成的，但是它弹口又比我们平时用的7.62毫米的弹口小。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枪应该是我改装的，啊？但是我改装的枪应该都是老主顾啊。那你说，如果要是老主顾，你别吵。呀，糟了，老大呢？哎，喂！看明白了吗？左边太极，右边太极。你说这太极打太极，还得打到几点？行了，不懂就别瞎说。对方用的根本就不是太极，虽然呢也是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但是主要是以摔拿手法。看他的打法，应该是日本大东流和系和气道。哦，日本的呀，他主子不都被人给灭了吗？我去，完全对，你去，我今天体力不够，飞不上去，你去帮老大把他给灭了。你还行了，跟你说，老大根本就没用尽全力，估计啊是想引对方多出招，看清楚他路数。现在上来未必能帮得上忙。以你之拙见，这两个人这么打下去，谁赢？对方是高手，高手过招，胜负只是一瞬间的事。根据现场环境的调查报告，2名士官背部中枪，现场有符合弹道的血迹，符合推理。唯独花田少佐的尸体附近找不到任何打斗痕迹，目的一定是想扰乱我们思绪，从而隐藏杀人的动机和凶手是谁。另外，在验尸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假设花田的致命伤是左脑枪伤，
那凶手何必多此一举，在杀人之后又在他的胸前插上铁锥呢？肉眼看，这是狙击步枪远距离射击造成的弹孔。那么花田身上近距离打斗的伤痕又是如何得来的呢？也就是说，他是在近身肉搏中被子弹击中。那就证明，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凶手竟然用如此凶残的手段杀害了花田，我护卫队87人无一人生还，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是谁在暗中策划了这起事件？上海这个弹丸之地，居然还隐藏着这样一股不服统治的武装力量。我们一定要抓到他们，让他们尝尝花田君受过的痛苦，让他们比花田君更加痛苦10倍。神谷大佐，花田刚调任不久，下个月就要晋升大佐，并且与你结婚。没想到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我深表遗憾。领事大人深谙中国民情，一定知道，在中国的民间风俗里，有杀动物、把祭器插在动物心脏祭祀神灵的做法。他们是把花田当成了畜生。大哥，神谷大佐，从现在起，这个案件就由你全权负责，一定要把这股反对帝国的力量查个水落石出，并且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谁都阻挡不了我帝国征服中国的脚步。我们将遇神杀神，遇佛杀。全福，你是董家庄园的管家。是啊，你家老爷太太可受了惊吓？我家老爷太太当时被反锁在房间里，确实受到了惊吓。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哦，没别的意思，我家老爷让我带来给各位太君的，各位太君办案辛苦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是用银票能够买通的。在我这儿，除了说实话，你就只有灰飞烟灭这两条路。太君，有什么话您尽管问，我不会隐瞒撒谎的。案发前一天，是你接待了花田少佐？是的，当时少佐他来的比较晚，我们老爷太太又有早睡的习惯。花田少佐，欢迎光临。那有什么人经常出入客楼呢？啊，最经常的就是负责打扫卫生的小顾。小顾，那么案发当天，你应该见过花田吧？见过。少佐，快点撤！那个时候，你跟花田少佐在一块儿。是的，我和少佐爬起来之后就往回跑，可没想到我们刚跑到大门口，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搭进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表少爷过来了，他问起老爷和太太的事情，我这才想起来，我们老爷太太还在主楼没出来。我们表少爷非常着急，就去找他们。哦，对，就是他第一个发现老爷太太被锁在房间里的。那个时候啊，
行署的欧阳警长就在附近，我们表少爷就委托欧阳警长护送我们撤退，我也跟着一块儿走了。跟着我就晕过去了。姓什么？姓顾，我是说那是照顾的顾。你怎么会在董家庄园的？啊，我怎么会在董家庄园？我叔啊，就我爸弟弟，他生病了，他就跟我说让我过来帮他干活。我想，不就扫地抹桌子的什么事儿吗？又管饭吃，又拿工资的，我就来了。你这体型，扫地抹桌子的恐怕不方便吧？太君，你别看我胖，我灵活着呢。我这你看我不下来。我真没多吃，我从小喝水都长肉。26号那天你在哪儿？26号爆炸那天吧，我在花园里边呢。我忙完自个儿活，我就在那儿等着，要去参加少爷那什么队啊？派对。对，派对。好玩吗？那肯定好玩啊！那么多女的脱了衣服给我看。大叔，这句话需要记录吗？混蛋！见过花田少佐吗？花田少佐，他见过我吗？那你在打扫时有没有见过其他的日本兵？有，就穿这样衣服的。对，跟我们一样颜色。还有什么其他可疑的人吗？花暖，我已经到指定位置了，你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我办事儿的时候，你别跟我说，别影响我这改装呢。曲芳，现在兵士们都在泳池外看热闹，没见过士官，是否贴膏药？再等等。葫芦呀，你果然是姓闷的呀！啊，几个小时不说话，我都以为你掉茅房里边了。别闹了啊！别闹。哎，我就说我是天才嘛，改装已经改完了。不着急，慢慢想。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可疑的人是什么意思啊？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在花园里边啊，和新来的那个园丁叫阿木的，长得跟块木头似的。我们在那忙完了工作就等派对，完了以后砰就爆了，浓烟滚滚的呀！那我反应可快了，我拉着阿木就跑，所有人跟着我们跑。阿木他比我跑得快呀，后来他就带着我们跑。后来我们俩在街上晃老半天了，我就偷摸着去听，院里边好像没动静了，我就说我们回去呗。后来我们从后门就溜回去了。你回去之后有到过客楼吗？在半道上就听说老爷跟太太受了惊，管家叫全福的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表少爷正张罗着什么呢，我义不容辞啊，直接就去了。行了，你出去吧。太君有何吩咐？太君。姓名？姓童，童阿木。太君。你在庄园什么地方种花？种花是我师傅的营生，我就负责修剪树木。太君。爆炸当天你在哪儿修剪？我就在客楼旁边的花圃。太君。哦，那天见过陌生的人出入客楼吗？没有，太君。那天少爷正在办派对，
我看见好多日本太君都过去看热闹了，我也跟着去了。太君，你别老太君太君的叫，我知道你在跟我说话。哎，是，太君，也，呸，我不叫。看见凑热闹的士兵都去哪儿了吗？士兵们听到一声爆炸响以后，他们都去客楼那边了。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带着武器吗？他们身上衣服什么都没穿好，你哪能带武器呀？没。后来呢？后来我还纳闷呢，他们怎么就往客楼那边跑啊？可能就是去拿武器去了吧。完了，我就被小顾拉着往人多的地方走，一人跑到后门外给接。作为宫下大人的朋友，他居然养了你们这么一群饭桶，临危的时候只知道躲闪和逃跑。看来我得好好提醒一下宫下大人，以后择友要慎重的设定标准。不敢了，太君，小的就是贱命一条，实在是不敢冒犯皇军大人。太君，你别怪罪我们家老爷，求你了，太。滚！太君。大佐，纳兰东拒绝前来接受问话。申谷，总理大人。这个人你最好亲自去一趟，他就住在市郊的静园里。清水知道地址。嗨。总理事大人，这个人这么狂妄自大，您为什么要迁就他？这个纳兰东和他的亲戚在新京长春势力非常庞大，现在他人在上海，可是背后却有一群皇亲国戚在看着他。万一我们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帝国统治东北的不安定因素。我明白了。还有，听说纳兰东这个人风流倜傥，很讨女人的欢心，你要格外当心，小心他玩的是请君入瓮。世界小提琴名曲《匈牙利狂欢节》，指法、功法、弹弦、柔弦都炉火纯青。我好像已经看到了狂欢节上热烈的场面了。原来不速之客是个知音人，还是个日本人。纳兰君久仰大名，在下深谷幽兰，特来拜会。啊，原来你就是深谷大佐。大佐，你是打算把你的审讯室搬到我这儿来吗？这可是我的地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擅自做主。美女例外，但是刚刚丧夫的日本美女也不能例外。
李亲王世子，此次案件复杂，事关重大，为了迁就你的大驾，我亲自登门拜访。如果你再不配合审理的话，别怪我没有警告。就是满洲国的皇帝来了，你也难辞其罪。这真是我听过最大的一个笑话。敢审问我纳兰东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生呢。纳兰君，这次案件复杂，我一个弱女子怎理得清这万般头绪啊？纳兰君既是我帝国的朋友，指点两句又有何妨呢？也不至于叫我回去无法交差，到时候我自然会重重谢你。那好吧，我想一想。你想知道什么呀？只是想知道你的派对上究竟有什么异常。兄弟啊，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较真了。我是找了个理由让你来玩的，不是真的让你来维持治安的。你看你穿的，你就非得穿这么人五人六的吗？啊，泳池派对，顾名思义就是要穿着泳衣来参加的派对。哎，我说啊，从今夏开始，你就知道我不喜欢凑热闹。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有自我陶醉的精神科疾病，自己玩的风不够，还非要拉观众过来欣赏。你就损我吧，没有我这种无耻下流的混蛋，怎么能凸显出你那种坐怀不乱呢？哼，我看你从小跟我接触，就是想拿我的低下来衬托你的高贵罢了，还推我把你当好兄弟，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可你呢？啊，你看你身边那位好兄弟，他都知道什么叫做秀色可餐，是吧，兄弟？哎，没事，你把衣服脱了吧，真的，脱了。执行公务呢，死性不改。哎，去哪儿，警长？玩的开心啊！警长呢？这是我大娘胎出来第一次看女人穿这样。那天到场的都是我邀请的好朋友，我是真想不到有什么异常。欧阳彻是国民政府的人，南京国民政府本来就不承认满洲国成立，想借此事向我大日本帝国挑衅。他会不会是这件刺杀事件的卧底？欧阳彻啊，是我那天早上临时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派对，为此啊，他还向上级撒了谎，说成是来维持我们这个派对的秩序。你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怎么可能计划一场谋杀呢？还有你别忘了，他可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军校的同学。我检查过尸体，那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以国民政府警察署的人员配置来看，倒是合适的很呢。欧阳彻跟我情同手足，你觉得我的好朋友可能到我的家里面来杀我的客人吗？你怀疑谁都不能怀疑他，除非你连我都怀疑。对了，清水秘书长是不是也去了你的派对？是，怎么了？他最近有点玩物丧志，对工作极不负责。帝国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在他心里都不如一幅字画来的重要。是吗？他那天好像有什么事儿，提前走了。谢谢。你先去那边。东少好眼力，一眼就相中了百乐门的头牌交际花琉璃子小姐。不过
今天运气不太好，让我们欧阳警长截了胡。行了吧，我天天去百乐门，他是琉璃子，我怎么不知道？这也怪不得东少。东少刚来上海不久，不晓得这当中的奥妙。琉璃子小姐年纪虽轻，可在百乐门中的辈分可高着呢。自打老板娘玲姐接手之后啊，那可是天天带在身边的红人，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你是说我是一般人是吗？不是，不敢。我是说啊，琉璃子小姐的眼睛高得很，只有日本人才入得了她的眼。日本人？对，只有日本人。也不知道今天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请得动琉璃子小姐。还会有谁啊？肯定是日本驻沪秘书处秘书长清水安。果然是清水安。那东少你在这玩开心，我出去逛逛。好。徐和东老爷说，想个办法把清水安支走。是。怎么样，山谷大佐？我的口供还合你的心意吗？我好像对纳兰君的私生活比口供更感兴趣。派对那天，清水秘书长带来的女人，纳兰君认识吗？不认识。那女是谁重要吗？重要啊！从今天开始，我要认识纳兰身边每一位小姐，这样才好知道你是怎么声名远扬的。啊，原来深谷大佐对我的名声更感兴趣，在下真是受宠若惊。秘书长带来派对的那位小姐，我觉得有必要跟宫下大人汇报一下。毕竟他是宫下大人的女婿，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大人免不了会问起。哪有那么严重啊？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天底下哪个男人不这样？要我觉得呀，秘书长大人就是跟那位小姐聊得尽兴罢了。你何必让宫下大人他们翁婿失和呢？是不是？那是你在为你们男人辩解。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绝不是逢场作戏那么简单。是吗？对了，你是第一个发现董老爷、董太太被反锁在房间的。啊。发人报大姐后啊，我发现我姑妈姑丈还留在主楼里没有出来，我又折了回去。但我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房门在外面被人给反锁了。我知道主楼哪有钥匙，可当时烟实在太大，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于是呢，我就找了把斧头先把门给撬了，半路上叫了几个家丁来帮我的忙，然后我们就一块把门给撬开了。幸好姑妈姑丈没出什么事。看来他们是想故意避开董家的人对花田稍作下手。你说，凶手会不会藏在董家的下人之中？难说。那天进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无法控制。其实我那天把一个客房开放做了更衣室，你也知道，那些主子哪个不是身边一群丫鬟伺候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凶手的目标就是花田少佐，而且一定要把他除掉。那么说，既得利益者嫌疑最大。大佐，您还是在怀疑国民政府？要不然呢？你是在担心你的兄弟欧阳彻吗？这个好办，
你让他来给我们做事，我亲自给他安排官衔，这样不就行了吗？我太了解彻了，以他的性格，如果真的这一次参加了这个事件，那他也是被卖了还给别人数钱那个。我呀，替他谢谢大佐。我想要用的人还没有用不上的，如果他不来，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的。哎呀，你们总算是来了，这下怎么办才好啊？我们本来就不该趟这趟浑水的，可是你们朱署长偏要让我派人看着点，说是安全。现在这些小日本人啊，逼上门来，兴师问罪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可是师长，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我们凭什么向日本人交代？凭什么？等小日本的刺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凭什么了。陶市长，您息怒。欧阳警长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袭击，所以情绪还不稳定，请您多见谅。见谅？见什么谅都没有用了。现在保命最要紧，你知道吗？啊！师长，请放心，我们警署是不会让您为难的。你别怪老师胆小怕事。经历了128那暗无天日的1个月，我的脊椎都已经被冻死了，我的腰啊，直不起来了。陶市长，你终于露面了，坐。陶市长，花田少佐的事，你看我该怎么办呢？惩治，一定要惩治凶手。好啊，那凶手在哪里呢？还是我干脆把你枪毙了，给花田少佐一个交代？领事大人，如果你要惩治真正的凶手，以告慰花田少佐，我想你是来错地方。你是谁呀？公共租界警察署警长欧阳彻，是署长叫我去董家庄园的派对维持秩序的。如果你们质疑我们是凶手的话，那就中了别人的圈套。领事大人试想一下，我们怎么会在自己的地盘里面杀人放火？这可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的嫌疑。那你说凶手是谁呀？目前还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查，这是我们警察的职责。这不会是拖延时间放走凶手的借口吧？总领事大人，你们在上海时间待长了，入乡随俗，把这当成自己家了吧？可这不是日本，这是中国。你们在你们的租界肆意妄为，我们已经无权再管。可这是上海滩，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了算。这里出了凶手，我们自然会捉拿他归案，何来把他放跑的问题？哼！领事大人，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先礼后兵吗？我就给你15天的时间，要是15天还揪不出凶手，我就会认定这是你们政府在幕后操纵，而以军事制裁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情。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朝不保夕的国家，居然还有闲情逸致玩这些小玩意儿。希望你们的命运不要像这只莲湖一样，再拾起来
也是无用的。警长，难道我们真的要帮小日本调查花田被杀案吗？我说了，这是我们的职责。可是警长，查到凶手之后呢？难道你要交给日本人？那不是你该管的事情，还是想想怎么把案件查清楚。受害者没有一个活口，当事人也没有一个见过凶手正脸的，包括你我。尸首不在我们手上，我们目前对这个案子是毫无头绪。对不起，警长，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混乱了。混乱？上峰根本不会听这个，他们会觉得你不想去细究，他们不相信从爆炸开始到上吉普车这1个钟头里，凶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警长，不然我再去一趟董家花园看看。好，你去吧。你这一下午站在这里吹风，都不跟大家一起玩，你叫什么名字啊？琉璃子，你呢？欧阳彻。你住在哪儿？既然这里不好玩，要不我送你回去？好啊，我住在……啊，不好意思，琉璃子小姐，把你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有急事要回去处理，先走吧，实在是非常抱歉。那要不我跟您一块儿走吧？啊，不用了，你喜欢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这里适合你。明美、丽香都在这儿，他们陪你一起等到派对结束，再回百乐门，好不好？下次请你到我家里，咱们再好好聊聊。好，那再见。嗨，百乐门。我住在那儿，你以后可以来找我啊。你住在那儿啊？怎么可能啊！像你这么清澈如水的女孩子，怎么可能住在鱼龙混杂的百乐门夜总会？你该不会是在琉璃宫门口卖火柴的女孩子吧？我不卖火柴，我在那儿表演歌舞和弹琴。那儿的老板娘林姐就像我母亲一样照顾我很多年了，能为她工作，我觉得很感恩。那你父母呢？住在哪儿？他们很早就去世了，我是孤儿。那个日本人呢？清水先生啊，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日本人，但是很懂中国文化和艺术，时常来百乐门看我表演。下次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我啊。好啊，来。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你的一句话好像有魔力似的，令我顿时心情开朗了许多，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你。如果真的能像你所说的，时间能停在当下，我们……我说什么了？小姐，快走！
施公大佐，我有一个疑问：既然上海存在着抗日势力，为什么我们的人不能够进入到其他租界去抓人？这个问题我请示过攻下总领事，大人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严格控制在虹口区的租界范围内。这是为什么？128之后，停战协定对我方的军控布置也有所限制。如果国民政府不主动违反条令的话，那我们的部队就很难开进吴淞口。如果是这样，抗日势力在其他租界活动，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薛叶博士，这事辛苦您了。我不辛苦，这些尸体才辛苦。大佐，你猜，他们要告诉我什么？这方面，博士您是权威，深谷恭听你的教诲。退一步做什么？很怕我吗？对不起。花田少佐的士兵全部死在了董家楼房，有70%是触电身，有30%是被人踢断喉咙处的脊椎窒息而死的。我们在现场找不到任何指纹，连墙上的鞋印都拓不到完整的，而且他们事先还改了客楼的水流电路，可见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小组。这些尸体告诉我们的信息：花田少佐的致命伤是左脑中枪，想不到吧？他被割下的舌头也好，心口插的铁锥也罢，看来都只是凶手故弄玄虚。从尸斑的情况来看，他的伤口是在死亡之后2-3个小时才做出来的。里面有一份枪械鉴定报告。我检查子弹，发现枪械改装过，手枪也好，狙击枪也好，改装过的枪械，口径偏小，杀伤力比较强。这个改装枪械的人，倒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所用。谢谢博士提醒，我会留意的。我说的都很清楚了，回去吧。哎，大佐，董老爷在家吗？在2楼会客厅呢，我去给您通报一声。不用了，董老爷既然在，我自己上去就行。请，请。老爷。哦，知道了。纳兰君也在。是深谷大佐来了。前夫，怎么大佐来了也不通传？我们没有出营，真是失礼啊！是。不要责怪管家，是我的意思。各位脸色都不太好看呢。怎么？是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哦，刚才我们正说起那天的事。花田少佐真是可惜，我们没有照顾到他的安全，我也有责任。不知道大佐这次来是想再问些什么吗？我想麻烦董老爷给我一份贵府的平面建筑图，研究一下凶手的行动路线，不知道方不方便？方便。前夫，去库房里把那份建筑图拿给大佐。是，老爷。大佐，请坐。这位小姐是？哦，我来介绍，余夏，刚从国外回来的，我女朋友。我很好奇，于小姐是怎么收服这位花心大少的？
我想，有多少爱，就有多少包容。再说，冬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浪子回头。老爷，图纸拿来了。来，还有什么能够提供帮助的？大佐，请别客气。董老爷已经帮助我很多了，我还有事，就不打扰。大佐，留步。请。大佐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好了。董家的事儿啊，我记得是一清二楚。哦，对了，你把那个叫小顾和阿木的叫来，有几个问题我想问问他们两个。大佐，这会儿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没法向他们传达呀。真的，他们已经离开董家了。花田少佐出事那天，董家乱作一团，这两个小子趁火打劫，偷了庄园的东西拿出去卖，没几天就被同屋的下人发现了，已经被老爷开除了。哦，原来是这样。损失严重吗？倒不严重，就是偷了太太的几件首饰。偷一次东西就拿了仅几件首饰，管家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说的都是实话。那天老爷和太太被表少爷救出去的时候，太太就落下几件首饰。好吧，管家，不用紧张，我只是例行公事来问一下。好，不用送啊。走好啊。哎，我说胖子，你那无线电耳麦能不能再改进一下呢？啊，噪声又大，芯片容易脱落，你是不是故意在给我们行动造成负担？谁有功夫负担你呀？我那个无线电呢，现在还在调试阶段，等好了我通知你。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句啊，对，还有你那个这是什么大威力手枪啊？是。穿透力是强了，可后坐力也大了。我那天执行任务的时候，开枪打小日本心脏，啪一下没打好，打人嘴里去了，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是这把不？我跟你讲，这把枪是美国人发明的，1925年的时候发明的，后来呢就交给比利时人开发。就这把枪的杀伤力跟密度，不是我吹牛。再过个5年8年的，比利时人研究不出来。是，知道您是爱迪生转世，可是精益可以再求精嘛。老板，给点研发经费呗。哎，别给我提钱啊！提钱我可真生气。那天行动的时候，我车停在董家庄园后院的犄角旮旯里，我还怕人发现，还特意拿块布给遮上。结果不知道哪个混蛋故意整我，把我车给弄个稀巴烂，害得老板让我赔2个月工资折车钱。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要换我呀，砸完你的车吗？还在这坐着，蹬你来打你。嘿，俩瘦子欺负一胖子是吧？东可能不来了。哎，那他干什么去了？查身密人，武装侨民计划。对，这事儿啊，说起来我就大气。我们上次计划的好好的，把花田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然后逼着他把武装侨民计划交出来。结果到最后呢，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花田给杀了。现在我们面临着2大很严峻的问题。第一，这个武装计划我们上哪弄去？第二，程咬金是谁？
一个女人。哎，你们说在上海滩，一个女人赤手空拳能跟老大打成平手的，能有谁呀？在我认识的女人里边，身手最好的是夏。但是呢，夏又是老大的女人，而且她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会杀。他以逸待劳，夺取我们的胜利果实。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嘛。你别笑啊，我这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在看待问题。哎，对了，徐芳，你又没去参加行动，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女的？不是个女的，都能自己去吗？而且这个女的呀，她身材很好，而且她长得也不错，而且……行了，胖子，记得帮我把围棋抽好啊。哎，胡若，这开会了，你干嘛去？睡觉去。睡觉？老大都不在，还开什么会呀？未经过本大小姐允许，偷偷进入我房间，跟你很熟啊？我这来给你们家猫头鹰喂食的，你看，这是它最喜欢吃那个田鼠。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有什么事找我帮忙？还是我们家于大小姐最了解我。今天晚上咱们去一趟百乐门。铁山中佐，有什么事不能在外面说呀？大佐，我得到消息，有抗日分子要进入到英租界，和上海抗日组织成员见面。消息确切吗？千真万确。于大佐，要不要我们派人到英租界去调查？等我先问过英租界工部局，得到他们的许可，并在他们的紧密监督下，我们才可以进入英租界。以我们如今的实力，何必这样惧怕英国人呢？不是惧怕，只是不想惹更多的麻烦而已。小姐，那天泳池那阵仗还真是吓人呢，明美和丽香到现在头还晕呢。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幸好大家都没怎么受伤。谁说没有人受伤啊？我腿上的淤青到现在都还没好呢。啊，我们可没有小姐你幸运，有护花使者护驾，当然是毫发无损啦。我哪有什么护花使者啊？那边欧阳警长怎么没有护花啊？当时要不是他救你，你早就掉进泳池子里了。我看呐，他是对你特别关心，才会在那么危难的时候奋不顾身的跑出来救你。真的？看在他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的份上，小姐你干脆明天去警察局以身相许给他算了。讨厌，胡说八道什么呀？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胡说八道！我知道错了，知道了吗？我的脸撕坏了，我还怎么给你打洗脸水呀？那你快去吧，哼，快去快去快去！啊，琉璃子小姐在吗？我是欧阳哲。小姐，不好了，说曹操就到了。谁呀？欧阳警长来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半夜3更你就不请自来，我们家小姐都睡觉了。哦，
我刚从警署下班，要不我先走了，改天再来。打扰了。走了，走了吧，走了吧。等等，我穿着睡衣。哦，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啊？没有。有。我听说您很喜欢看书，我也很喜欢。所以这本郁达夫的《沉沦》送给你。谢谢。不客气。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了。有。妈，这本书非常好看，尤其是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啊！哦，好的，我一定看。那我先走了，再见。再见。我去送你吧。再见。我先看吧，我先看，快点，让我看。最后一页，看最后一页写的是什么？对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看看。琉璃子，我很喜欢你，我们交往吧，撤。我看。走了。哎，阳春面好嘞！您慢用，好，小心烫。天暖了，可以养些河滨鸽。那得先种几棵橄榄树啊！你按照组织的安排，今晚见见这个远近闻名的浪荡公子，是否经得住考验？是不是能用信仰和力量证明他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玩世不恭？还有，是不是有机智的才能和过人的能量？好，他在哪里？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是英租界的百乐门，暗号是火玫瑰。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就是组织已经查出了日本武装租界侨民计划的具体藏匿地点，就在清水家。如果这个计划得以顺利成功的话，日本人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他们在华的武装势力。那快走啊！日本人来了，快走啊！行，哥你呢？别说了，快走，保重。这不是纳兰世子的好朋友，银行行长曲风曲公子吗？怎么今天不在静园跟世子下棋，倒有闲心来这街边档吃面啊？我正要回静园，路上有点饿了，所以过来吃一碗面。怎么，大佐你是有任务在身，还是有话要我带个东？奉劝曲公子不要在街面上瞎逛。我今天接到线报，说有抗日分子会在这一带街头，如果不慎被匪类伤到，那就大大不妙了。谢谢提醒，我先回去了。等等，刚刚
我好像还看到有一个人在这吃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太君，那是刚在我这吃面的一个过路客，这不，我正洗他碗呢。大佐，告辞。大佐，就这样放走他？看在他是纳兰东的知交，先不与他计较。况且，共党这帮乌合之众，怎么可能出这样的英杰人物？他们要是能装得这么若无其事，连我的眼睛都能瞒过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像老鼠一样满街逃窜了，对吗？嗨。看来，情侣搭配就是不一样。跟了。高桥中佐有林奈小姐相伴，才是大旺特旺的征兆。工作界里谁不知道，林奈小姐是日本国最淡雅、最美的一枝樱花。我们赌桌上讲究的，不就是这种清风云淡、不为所动的潇洒吗？高桥中佐何其有幸能够配上一个这样的佳人。来，发牌了。清水世家的高雅脱俗已经闻名东京。林奈小姐和你的哥哥清水秘书长真是名不虚传。今天能让我亲眼目睹到日本国的优雅风度。高桥中佐，羡慕死我了。我也觉得很般配。高桥君，你要是哪天有了好消息，一定得通知我们，到时候我们两家一起办婚礼，是不是东？就是。还是合了吧？哎，大小鬼！最近清水秘书长好像有艳遇啊。大兰君怎么知道？啊，上次圣武大佐魏中说起来。他说什么了？也没说什么，就说清水秘书长最近和一个中国女子出双入对，有些暧昧。我天天和清水秘书长一起坐办公室。纳兰君，我倒觉得深谷大佐对你很有好感，他是故意找话题跟你聊天吧？我们日本国的军官都被你们这些中国的绅士小姐给迷住了吧？我怎么就不这么觉得呢？深谷大佐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倒是清水秘书长有些玩物丧志，军部对他不太满意吧？哦，连这个你都知道？你还说不是跟大佐一起过从甚密？哥哥只不过是跟交际花逢场作戏罢了，这算什么玩物丧志啊？男人不都一样吗？难道纳兰君你就能例外吗？刺激！今天的牌玩得很大呀，牌面上你们都是同花顺的面儿。不过，高桥中佐，你想要的那个红桃 K， 它在我手里。哈哈哈哈哈！牌面上已经出现了3个吧，我就不相信高桥中佐的运气会那么好。最后一张红桃8会在你的手上，我还真就不信了。想看我的底牌，你下多大的注？哎，高桥中佐，你的牌面最大，你说了算。纳兰君如果底牌里扣了一张黑桃皇后的话，那可比我大多了。不跟了。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这游戏玩的就是气魄和胆量，吓就被吓怕了，算什么英雄豪杰啊？
有道理，跟了。纳兰君，好运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看来林奈小姐真是鸿运当头啊。可惜你的诈术诈不倒我。东，哦，你好棒！对不起啊，各位，今天晚上运气比较好。好了，不玩了，我们一块去琉璃宫坐一坐吧。纳兰公子初到上海，上海的夜色那么美，我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啊，好，高调中佐，一块去吧。好，愿意奉陪。我也要去，看看让你们男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宫舞场到底是个什么群魔乱舞的样子。哎，走吧。东佐，林奈这番考验令人的失望。好啊。东，快12点了，咱们回家吧。我叫人先送你回去吧。不要，你肯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认识整整10周年的日子，3月17号，我永远不会忘。你忘了都10次了。哎呀，怪我，该罚。不过我今晚真的有事儿，明天晚上法租进入，烛光晚餐，单独一起住，怎么样？不行，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庆祝才有意义，明天顶多算是迟来的抱歉。再说了，你跟他们喝酒什么意思啊？不就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吗？我不答应。乖啦，不许闹，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纳兰东，不许再骗我，从小被你欺负到大，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你。走了。纳兰君，我们过去坐。当一个人的心里没有希望，而时间和空间的转移都无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除了伤感，还能干什么吗？